哒啦哒啦哒。大家好，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那么大家看背后的这个月球啊，大家都知道今天要谈一谈嫦娥5号。那么因为这个嫦娥5号登月的过程呢，我们其他的自媒体都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今天呢，我就从这个地图上换一个角度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那么我们还是看地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嫦娥5号落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月球啊，它就很简单了，它永远冲着地球的这根中心线就是本初子午线。那么这个月球上呢，它已经被命名了很多的地名。那在这个北半球，月球的北半球啊，这里有这个雨海，这个叫做雨海。然后这里呢叫做风暴洋啊，左边就西边这一片风暴洋，这是雨海啊。这里有澄海，就是比较大的这个阴影区域，黑色的啊，其实不是，这地势比较低而已啊。这里是近海啊，这里有丰富海，这里有危难海啊，这里有酒海。那么它也有一些这个山川，那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个大白点啊，是叫做哥白尼，这个地方叫开普勒啊，还有地球上的一些地名也在上面，比如说这个阿尔卑斯山脉，在这个地方靠近本初子午线，在雨海周围一圈。然后这里有高加索山脉啊，这里有亚平宁山脉。嫦娥5号呢，它落在哪里呢？落在风暴洋的北面，这里有一个吕姆克山脉。美国那个 NASA 呢已经拍到嫦娥5号的那个照片了，就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月球的高程图，颜色越深呢，就是地势越低啊，海拔越低。然后在这个月球的背面啊，背面这个整个地势呢就比较高啊，这个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地势是最高的。当然这里面有一片颜色非常的深啊，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美国的那些飞行器落在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看了美国和苏联的那些飞行器落在什么地方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的确咱们这个嫦娥5号落的地方呢，的确是没有人来过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是美国的曾经在月球上有过探测器或者是有探测器降落的地方。这个蓝色的是前苏联的这个探测器飞行器降落的地方啊，去过好多地方了啊，一般我们不注意看这张图还真不知道啊。嫦娥5号降落的这一块地方那的确是没来过啊，他们都没来过。距离他们所集中探测的这个地方呢就比较远，而且他们集中探测的这些地方呢都在月球的正面，我们去的地方稍微偏一点啊。那么反面呢也有几个点，但是这个呢就不是探测了，没有探测过，就是那个卫星绕几圈掉下去了，有的是坠毁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和苏联这些探测器的情况啊。我们看这个叫做测量员1号啊，就是从测量员1号开始呢，就可以找到它的模型了，在这个月球上面啊。上面是2个太阳能板，很简单，就上去看看嘛，拍拍照嘛。然后这个测量员有好几个，这有一个测量员2号的坠毁点啊，坠毁了，没有了。然后测量员3就来了，测量员4也是坠毁了。测量员4坠毁了，6就来了。这个6有这个6也有，而且这些测量员呢都是同一年发射的，就是1967年发射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苏联的吧。苏联呢就是这些蓝色的部分啊，这些蓝色的部分呢有一些是也能找到模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Luna 9就这样一个探测器，好像是一个蛋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到 Luna 13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可以有个轨道，可以有探测器下来了可能这个是 Luna 16，这样这个东西就可以返回了。苏联的这个登陆和返回呢，它是一个设备，它不像这嫦娥5号，嫦娥5号和美国的阿波罗的那个返回的方式是一样的，苏联不一样，它整个回来的，这样呢它就比较笨重，因为比较笨重，它所能携带的这个月球的土壤呢就很少，所以它前前后后所一共带回来的土壤呢也就300多克，因为它的方式不一样
小车是这个样子。苏联最后一次发射是1976年是它最后一次，后来就没有了。这是苏联的啊。来看一下伟大的阿波罗计划。美国的这个阿波罗计划就比较有看头了啊。美国这个阿波罗呢，一共是6次登上了月球。这登上月球的这些地点，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上面有详细的内容啊，还有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阿波罗11号的这个登月器，上面是这个登月舱，下面是上面是这个载人舱啊，然后底下登月舱。返回的时候就上头这一块飞上去，下头这块就留在月球上了，应该是这样啊。那这里有美国国旗啊，那个著名的插国旗的地方。这里面呢，地面上也显示了当时他们这个太空行走的这样一个路线啊。跑到这个地方呢，看了一下这里的这个陨石坑，但是呢，好像是这是在边上走了一下，没有下去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当时在第一次登月的时候拍的这个照片啊，就是这个样子。拍到了，他们互相拍嘛，互拍，看起来非常的荒凉啊，但是令人激动，非常的令人激动，很厉害。那个时候就已经上了月球了。我们再来看阿波罗12号，这个地面上呢就很清晰的它这样一个行进的这个路线，而且呢，这个阿波罗12号呢，它落的这个地点呢和美国之前发射的这个测量员3号呢还不远，测量员3号在这个地方，然后阿波罗12号这个宇航员下来以后呢，好像是绕了一大圈啊，从这个地方绕了一大圈，从这里绕过来以后呢，经过了这个之前发射的这个探测器，经过了这个，那么它整个行进呢有多少的路程呢？我们量一下，是400米。我们看看阿波罗的13号，是13号没有啊，看不到，因为13号呢失败了，13号但是人回来了，这个很不容易。他这个任务失败了，但是人能活着回来，非常的不容易。阿波罗14号也走得很远，在这个地方探了一下这里的一个坑啊，一个月球坑。这个阿波罗15号就不一样了，为啥呢？因为阿波罗15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带了月球车上去，距离这个阿波罗11号登月呢，大概是过去了2年时间，2年时间他们就也进步了，搞了车。我们量一下它能跑多远，它这个车呢最远跑了5公里，4.75公里最远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照片。哎呀，这个拍的就很清晰啊，有山啊，有这些这个地上的碎石啊。那这个就是他当时第一次带到月球上的这个小车，开着小车到处去跑。这个阿波罗15号呢还带上去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地上呢是一个小人，一个金属的小人，是宇航员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这有一张卡片，卡片上面记载着14名在美国的太空计划当中牺牲的宇航员的名字。那么这些东西呢，现在都是月球上面的这个文物点，是不允许其他任何国家去动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它当时在这个月球上探测的地形，我们可以看到它走到了一条大沟的这个地方，然后站在这个沟上，然后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回去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沿着这个沟走了很远。阿波罗16号也是在这个地方也走得很远啊。阿波罗17号降落的地方是一个山谷，然后这个地方也拍了很多照，走得也很远啊。这个就是美国的探月计划，阿波罗计划，非常的伟大啊，必须说非常的伟大。那么中国是奋起直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嫦娥计划那几个着陆点啊。我们先来看嫦娥1号。嫦娥1号落在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名字
丰富海啊，在丰富海这个地方落了一次，这1号。然后嫦娥2号，我们这里再说一下这个嫦娥2号。嫦娥2号呢没有落在月球，现在还在执行任务，跑得非常的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地球和月球啊，这个大小的比较啊，来看一下，我们要看整个月球这个地月系统呢，要从北极上面看下来。然后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是384400公里，光的速度呢是每秒钟30万公里，所以呢，它这个距离呢是1秒多，这个信号可以传到。那信号从这个地球发射上去再返回来呢，就2秒多。这个是这个转移轨道啊，一般的话，我们这个发射这个航天器呢，就是先在一个200公里高的这个地球的这样一个等待轨道啊，在这个轨道上等待这个所谓的月球啊，走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地方加速，走这样一个椭圆轨道走过来，然后进入这个月球的轨道。因为月球和地球呢，同时对这个航天器呢有引力影响所以实际的它的轨道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这个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实际的轨道不一样啊，它可以走外圈，红色的是外圈，也可以走内圈，走这个。看一下，它这个面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面呢没见过啊，在很长一段时间人类是不知道这个面是长什么样的。好，在整个地月系统当中呢，就是有这样5个点。L1 到 L5 这5个点是比较特殊的，它叫做拉格朗日点。那么1、2、3呢是由数学家欧拉发现的，后来呢这个4和5呢是这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拉格朗日发现的。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点上的这个如果是有天体的话，它的运行的周期和月球绕地球旋转的这个周期是一样的，就是1个月。所以呢，它地球、月球和这个点上的这个天体呢，就构成了一个静止的关系，相对位置是不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格朗日就是这个人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伟大。这几个点真是太神奇了。那么其中呢，这个1和2和这个3呢，它是不稳定的点，就是说这个飞行器呢停在这个上面呢，受到了一点点扰动呢，就是一点就飘走了，就远离了。因为在这些点上呢，地球和月球对它施加的影响力基本还是平衡的所以随着距离越远，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近，影响越小，所以呢很容易回到这个轨道。那么这个4和5呢，就是稳定轨道，就是把这个天体呢放到这个位置呢，它会自动回到这个平衡点。目前还用不上，这样的点一共只有5个，在整个地月系统当中只有5个，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谁先抢到了就是谁的，但目前用不了目前能用的就是这个 L2 用上了，中国已经用上了。好，看一下这个 L2 这边有一个轨道，是当时阿波罗17号曾经想在这个地方放一颗卫星作为中继卫星的。那个阿波罗17号呢，它有可能会转到地球的背面，那个时候呢和地球的通信就会中断，所以当时美国这个科学家呢就想出这样一个轨道，但是呢没有实施，因为这个预算被砍了没钱了，实在没钱了。那个阿波罗13号出故障的时候，阿波罗13号上面的飞行员在绕到这个月球背面的时候呢，也和地面失去联系，是这个阿波罗13号上面这个宇航员当机立断，手动加速点火才成功了的，没有地面的指挥。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在这个地方发射了我们的中继卫星，叫做鹊桥号，走的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圈，这个轨道绕这个 L2 这个点。那么这个轨道叫做哈罗使命轨道或者叫做光晕轨道。那为啥叫光晕轨道呢？因为从这个地球看过去它就是环绕这个月球的，就像那个月晕、日晕一样这个光晕。有了这个卫星呢，好多事情就变得很方便了。那我们还来说一下这个嫦娥2号嫦娥2号在探月完成了以后，没有落到月球上，它走了，
它走到了距离这个地球大概65万公里的地方，和这个4179号图塔蒂斯这个小行星呢碰上，在这个地方啊非常的远。这个小行星呢就是这个，长得像一个，他们说像一个雪人啊，有一个大脑袋，有一个身体。这个就是嫦娥2号，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飞到的。那现在已经飞得更远了，目前飞到了这个火星的轨道，距离地球大概是1亿公里。其实飞的也不算太远了，在整个宇宙当中了。那么这个就是嫦娥2号。那么这个 NASA 呢，在下一步的这个月球计划当中呢，他想要用到中国的那个鹊桥中继卫星。那么他还要求中国提供嫦娥5号所得到的那些数据要共享。那么一方面呢，他又阻止中国加入他的一些合作，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享数据非常的双标我们的那个嫦娥2号在经过这个小行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往这个小行星的轨道上去飞的。然后呢，就是美国 NASA 呢，就是把它的小行星的飞行轨迹这样一个数据关闭了，不让你用。然后中国呢，只好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天文台紧急去测绘重新呢再把这个轨迹给测出来、算出来，最后呢就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看一下这个嫦娥3号在月球上的这个位置嫦娥3号在这个落在了这个雨海这个地方，靠近红湾。看一下这个嫦娥3号的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样子的。里面是那个放的那个玉兔1号从这个上头上来，然后走这2个梯子，把这个2个梯子放下来，然后从上面这个走下来。玉兔1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这个样子。那么它这个压过去的地方呢，就有很深的这个痕迹，因为月球上面有一层灰，这个灰呢就很多是这个太阳风带来的一些尘土落在月球上。那么这个灰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里面富含一种元素，叫做氦3，就是氦的同位素我们那个元素周期表上那个氦是它的分子量是2它这个氦3的分子量是3，多一个中子。这个氦3呢是非常重要的进行就核聚变的原料。我们一般的来讲，氢弹我们知道是氚和氘进行核聚变，那么那个核聚变呢会产生大量的中子放射出来，就是说有辐射污染。但是这个氦3进行核聚变的时候呢，那多出来那2个中子是有用的，在新的元素当中是留下来了，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放射污染，所以它是非常洁净的一个核聚变的原料。将来就是可控核聚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也就是说月球表面的那层灰也是价值连城，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嫦娥5号假如带一抔土，这个土可就值钱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嫦娥4号。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冯卡门撞击坑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在月球的背面这个是月球正面这是月球的背面这有很大一块，就是说地势比较深的地方它是很深的地方，蓝色的地方都很深红色的地方都是高地，非常高。冯卡门撞击坑就在这个坑里面。那么嫦娥4号呢就落在这个坑里面中某一个地方，距离月球的这个南极就很近了，这就是嫦娥4号。那么整个嫦娥计划呢，就是还没有登月，我们还没有登月。网上有说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工程师说可能会2030年登月其实估计呢可能不行，因为还没有立项呢，实际没有立项呢所以2030年不靠谱。下一步呢就是嫦娥6号、7号、8号大概有3次呢会对月球的南极进行考察。为什么要对月球的南极进行考察呢？因为南极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阴影，这个阴影呢是永久阴影区，不管就是它
绕太阳怎么转，因为它这个坑很深，所以总有一些地方是永远照不到的。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啊，所以太阳光是影子比较斜嘛。像这中间这些陨石坑呢，就是正对着太阳的时候呢，都给照到了，那是能够照亮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陨石坑这个永久阴影区里面呢，温度就比较低了，因为没有太阳光。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冰的存在。月球上面的这个也是有空气的，大气非常的稀薄，它那个大气压相当于地球上大气压的1/1000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它那个水蒸气就很容易跑掉。但是南极上面这里如果是有冰的话，就厉害了。将来人类如果登陆月球呢，是可以利用这些冰的。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啊，是美国人早期发现的啊。后来呢，印度的一个月球探测器呢，就是月船1号呢，也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月球登月的这样一个太空竞赛呢，最后的这个焦点很有可能就是在月球的这个南北极展开。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探月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本人造的天体送到月球上，日本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1993年。我们看一下它大概落在什么地方啊？叫 Hiton， 那这个地方也是靠近月球的南极啊。日本当时的这个探月计划呢，就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得到了很多的资料。他把一些图片就是免费的送给了谷歌啊。我们目前用的这个谷歌地球、谷歌月球这样一个软件上面的图片是很多是日本人提供的啊。那目前呢，整个这个探月的竞赛呢，就是2个梯队，第一梯队呢，美国和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呢，正在从第一梯队往下掉。那么中国呢，在第2梯队和日本、印度同一个档次啊。那么美国呢要重返月球，他搞了一个叫做阿尔特弥斯计划。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准备在2024年，4年以后登陆月球。那么他邀请了很多国家同时合作的，因为美国国会的拨款也不是很充足啊，所以他是美日欧和俄罗斯，还有加拿大几个国家一起搞的。现在的这个登月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和几十年前不一样了。我们无人的测控技术已经很大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呢也很先进了。如果是机器人能完成的话，倒不一定急着要把人派上去啊。人真的要派上去呢，那可能真的是要建月球基地的时候要派上去。那么美国呢，现在准备先和日本呢要搞一个叫做环月球的这样一个空间站。那么日本负责其中的这个就是叫居住舱。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这个居住舱啊，这个丰田公司啊，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计划建造的一个东西，一个概念模型啊，就很有可能要造的啊，就要看他们的资金情况。那么日本独立搞的呢，还有他在这个2007年呢，他发射了一个月亮女神号，就是后来失联了，找不到了。它的小卫星呢有一个叫做冲绳号，掉在了月球的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月亮女神，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在正面，在这个位置。这是日本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印度的情况。印度呢，在2008年的10月22日，中国是2007年的10月份，那么印度是在2008年的10月份，比我们晚了1年。那么印度的这个飞船呢，掉在什么地方呢？就不知道，失联，它只是失联。后来呢，就是 NASA 的其他卫星呢，好像又拍到了，好像还在这个200公里的位置。那么印度呢，在2019年，也就是去年它又发射了一个月船2号，也是一个探月计划。那个计划当中呢，它也是要把这个月球车放到月球上去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
大家看一下印度的这个月球车啊，这个也是维基百科上面下来的这个概念图啊，跟我们那个玉兔呢长得还差不多啊。那么印度的这个小车呢，就要设计的更加的浪漫，就它这个轮子上呢印有印度航天部门的 logo。这个小车在月球上面这个碾过去之后呢，它会把这个 logo 呢印在地面上面啊，一串全是它那个 logo。但是呢，很可惜，它失败了，它没有成功的降落。然后在距离月球2公里的时候，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就失联了啊，最后肯定是摔了。那么这里要说一下呢，就是这个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呢，正在从第一梯队往下掉啊，所以它呢目前也没钱，没有这个国力去进行这个登月计划，所以它呢就是跟其他国家合作，它和日本合作，和美国合作，也和印度合作。他就是帮印度造了他的那个登陆器，结果迟迟造不出来，印度人实在是等不耐烦了，就自己造都比俄罗斯造得快，但是印度自己造的那个东西呢，肯定还是质量不行啊，最后是失联了。那这个俄罗斯呢，它不仅仅是坑过这个印度，它也坑过我们。其实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就有一个火星探测器，然后当时呢我们没有这种大推力的火箭，我们是借用了俄罗斯的那个火箭，它正好呢也有一个计划，我们就搭了顺风车，结果呢俄罗斯自己的那个太空计划失败了，它那个什么计划失败了，他就把我们的那个火星探测器呢就一并就给扔了，打了水漂了。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呢，中国就决定这个大推力火箭呢我们也要自己搞所以现在长征5号带着这个天问1号呢就奔着火星去了啊，后面我们继续关注啊。除了印度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去年2019年的4月12日发射了一个探测的卫星并且好像是有探测器的，要降落在这个月球上。它的结果和印度是一样的，也是在距离月球很近的一个地方上失联，找不到了，不见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嫦娥5号和现在的当前的太空竞赛的一个基本情况啊。为我们国家的航天工作人员点赞。